What's up, everyone？ 这是 Future Man 的小屁孩。刚刚我就在 Instagram 和微博呢，让大家向我提出问题。其中有一个问题还蛮有趣的，他说：怎么看待别人穿 fake？ 难道穿假就会比别人低人一等吗？其实穿 fake 呢，我觉得。刚才那一个超级酷的画面，好像有人在跟拍，却没有人在拍的这个镜头呢，是用了这个 Insta360 的相机360，用上他们自家的这个 selfie stick 呢，你就可以弄到好像有人在跟拍你的这种感觉，而且在画面上面呢，你们是不会看到这一支 selfie stick 的超级稳的画面，有没有？这真的是很厉害。不懂大家看得到这个像鱼眼的镜头上面呢，有了几点的这个裂痕。是的，天才的我呢，在昨天收到这个360的相机过后呢，在2个小时里面呢，我就弄跌了这一台东西。scratch 到了。而且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弄跌相机了，像我的 GoPro 呢，也是在第2天的时候不小心弄跌，包括这台相机的镜头呢，也是惨遭。刚才我在我的 Instagram 还有微博呢，让大家提出了一些想要问我的问题，不只是限制在球鞋或者是潮流而已，所有问题都可以问。我会以一个大哥哥的身份呢，来给你们一些意见。为了让它正式一点，我就做一个开场片段。The greatest artist in the world. 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在短短几个小时呢，我收集到了很多个问题，不过很多呢其实都是重复性，不然就是问的范围就太广，所以我只能选一些问题来回答。首先，我们就先从大家熟悉的话题 Future Mate 开始好了。这个来自 Instagram 的 Sam One， 他问说：你觉得一名服装设计师需不需要具备打版和剪裁技巧，还是会画就可以了？这个就要看你自己想要做什么类型的这个服饰品牌。如果你想要做比较街头潮牌的那一种图案比较多的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这个 idea 的构思或者是绘画的功力呢，是显得比较重要。如果你是想要做那种比较高时尚，然后剪裁很多的那一种，当然你就需要去加强你的这个打版的技巧。像我自己呢，是一个超级幸运的例子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不是念服装设计出身的，所以一开始在做 Future Mate 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设计的时候呢，是的确很辛苦，做了很多功课，看书或者是看人家怎样做。再加上最近呢，有一位新的设计师 Sean 加入了我们的团队，他本身是念服装设计的。有了他的加入呢，很多东西呢都好办很多。想知道 Future Mate 每一次新品的设计灵感来源 ？Future Mate 的设计元素呢，我最主要就分成3种不同的元素来组成：军装、户外还有功能性。军装的话，我会取自来自1战、2战甚至是现代的军装呢，来当设计灵感。户外的话，大家看一下我的肤色呢，就懂。我很喜欢往外面跑，爬山、露营、潜水等等，我都很喜欢。所以你在进行这些户外的活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这穿着的单品的功能性呢就很重要。这个呢就牵涉到功能性，一些我们设计的剪裁啊，或者是材料，甚至是口袋呢，我希望是可以比较符合到我们日常的这个活动是可以用到的。像我穿的这一件 vest 呢，它的这个背后呢，其实是一个网眼的这个布料，所以这个网眼呢，在夏天穿的时候呢，会特别透风。所以总结来说 ，Future Mate 的这个设计呢，我是希望是一个每天都可以穿到的这个衣服单品，它是像是一个工具，可以帮你完成一件事情，而不是只是穿来好看而已。
如果我没有做小屁孩跟 Future Man，我觉得我也是会往潮流跟影片这一块去做吧，因为我的兴趣就是这2样东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去潮流媒体上班，肯定。怎样扩展自己的社交群？多一点出去，对别人友善一些。因为我发现到普遍上呢，戒备心都会比较重。当你在遇到陌生人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就会有一副隐形的墙在这里，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墙呢给打掉，同时你可以保护你自己，可是你也可以同时对别人友善。我发现到亚洲人很喜欢把想法呢都收在自己的这个心里面。我有这个 idea， 我不可以告诉他；我这个 idea 不可以告诉他。当然，你不会把100%的机密给透露出来，你把一个很 brief 的想法呢告诉给别人过后呢，可能你会激起更多火花。那一个人呢可以给你更好的 idea， 可能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呢，你可以找到合作的伙伴。看见小片整天在工作上超认真，也很忙，想知道平时是跟女朋友怎样相处？我不懂这样讲。简短来说，我很庆幸我遇到了一个还蛮体谅我女朋友。她体谅为什么我工作会那么繁忙。我认识她已经7年了，可是我们在一起大概有5年多吧。你们看一下，这个人过不过分？我拍到一半，你竟然拿泡面来引诱我。再一次，大家千万不要在晚上看这一支影片。小屁孩以前是不是有收集很多 Jordan， 只是因为要创办 Future Man 所以卖掉？是的，这一个是没有错的。当时候我来做 Future Man 的第2季还是第3季的时候呢，卖不好，所以没有资金，然后再加上自己本身呢，其实没有背后集团的支持，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投资者，都是自己掏钱出来做的。小屁孩考虑出剪辑影片的教程吗？答案是不会。当初我刚学剪影片的时候呢，其实我没有说一定要跟着第1个步骤或者是第2个步骤，其实都很自由的。我反而比较注重的是你的这个个人风格，还有剪影片的节奏。这2个东西呢，我觉得需要靠大量的看电影或者是看影片呢，才能学回来的，并不是说我会这一个技巧或者那一个技巧就可以做到，是需要常年累积的。为什么你更新那么慢？每个礼拜一个影片？不过分吧？一个人企划，一个人拍，一个人剪接，一样东西花上1天剪接，多数呢都会用上2-3天。其实在这里呢就已经耗上我4天了。然后另外我还要做 Future Man 的一些东西，所以这一个呢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其实我在招募着这个摄影师还有剪接师，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 email 到下面的这个 email 来帮我，好不好？为了要搞好小屁孩这个频道，还有 Future Man 这个品牌呢，单靠个人之力呢，其实是很难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反正我是希望我可以有一个团队呢，跟我一起做，我看一下能不能跟这个团队呢，擦出更多的火花。Alexander 他问说 ，Currently you are more relying on the YouTube revenue or companies advertising salary？ 说到 YouTube， 我这里呢依然还是收着当初2016年 YouTube 寄给我的第1张支票，这个金额呢是美金100块左右。试过了3年，现在呢，我每个月拿到的 YouTube 的钱呢，依然还是很少，是美金300块左右而已。所以，如果单单只是要靠 YouTube 这一笔钱来维持我的生活呢，是不可能的。很多人接业配呢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，可是对我来说呢，我只会去接一些觉得适合我自己、适合我的群众的一些品牌。这样我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媒体，消费者跟品牌之间的桥梁。我会帮消费者分析一下这个单品到底有什么好或者是不好，至少你们在买之前呢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才决定要不要买。觉得这一季 NBA 冠军是哪队？我觉得还是勇士。虽然大家看腻了，讲到 NBA， 今天早上呢，可爱呢就率领了暴龙队呢夺下了东部的冠军，所以接下来 NBA 的总冠军呢就是 Golden State Warrior 对 Raptors。本身来说呢，我自己是希望 Raptors 会赢这个总冠军。可爱的这个实力呢还是很强，不过以整个队伍的这个数据来看呢，我觉得应该还是会金州呢夺下这个 NBA 的总冠军。我还是希望湖人呢会夺取总冠军。这个是来自微博的问题，你的祖籍是哪里？为什么会去到马来西亚？身边的朋友中文都很好，中文在马来西亚很普及吗？我的祖籍呢是在福建惠安。在我祖父跟曾祖父那个年代呢，中国的华人呢就很流行下来东南亚谋生，然后他们就简称为下南洋。我的
祖父或曾祖父呢，就来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岛叫槟城呢，就在这里落地生根，所以我们后代出生呢，就变成了马来西亚华人。之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中文，是因为我们在从小呢都有机会上华校，华校呢我们就必须要学中文、英文还有马来文。身为马来西亚华人呢，我们会多种语言呢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剃光头，然后又戴帽子，把头发遮住，不太懂这潮流，是否可以说明一下？讲真的，在以前我有头发的时候呢，我就已经很喜欢戴帽子了。再加上长头发的样子呢，我觉得太过花美男了，所以我想要摆脱这种形象。再加上如果我有头发的话，我又穿帽子，那好像不是脱裤子放屁一样的感觉吗？脱裤子放屁比较爽，爽一点，因为没有裤遮着。怎么看待别人穿 fake？ 穿 fake 又怎么了呢？难道别人穿 fake 就会低人一等吗？首先，我必须要强调一下购买正品的重要性。打个比喻来讲，今天如果花这一笔钱呢来买这个正品的话，在未来呢，原创者呢可以利用这一笔钱呢来制作更多更好的单品。相反，如果今天的消费者呢因为仿冒品比较便宜，然后一直购买仿冒品的话，在未来呢，这一个原创者呢就会因为没有资金呢而做不到更多更好的单品，而仿冒者呢，他们是不会研发更多的单品，他们只会赚钱而已。而买假货的人呢，我可以分成两种不一样的人，知情还有不知情。不知情的人呢，我觉得他是属于那一种，他纯粹只是看到朋友或者是街边的人穿了很好看，然后他突然有一天看到，这里有卖 AJ1 Off-White， 马币200也不会很贵啊，所以就买了，然后很开心的就穿了。我觉得这种人是无辜的，因为他们是被这个仿冒品的卖家呢给骗了，他自己本身呢都以为是正品。有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他是知情的，他懂这双鞋子是假的，他还特地买1:1的那一种，然后到处跟别人讲这个是正品的。我觉得这种行为呢就要不得。所以今天的这个回答问题呢，就到此为止。我今天答了超级多、超级长的问题。如果你有问题呢，我没有回答到呢，不要气馁，继续在影片下面留言，可能在下一支影片我会回答一些问题呢，好不好？今天影片呢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。